如今人生闹钟不知疲倦地响到第7遍，阿哲才迷迷糊糊地伸手摸到手机，不耐烦地按下关机键。荧幕上，银行的推播讯息格外刺眼，本月信用卡已使用额度98%。他只觉得喉咙一阵前涩，像是被一团棉花堵住。可鬼使神差的，他却先点开了小红书。映入眼帘的是昨晚发的那张牛排照片，让他惊喜的是，照片竟被一位小有名气的网红转发了。留言区里，一则询问接踵而至：哥哥用的什么修图 APP 呀？这光影效果简直高级到爆！看到这些，阿哲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，心情瞬间舒畅了不少。他翻身准备下床，却不小心膝盖狠狠撞到了床沿，一阵剧痛袭来，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这是一间仅有8平大小的顶楼加盖出租屋，狭小而逼仄，每个月8500的租金，像一座沉甸甸的大山，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。那可是他薪水的1/3啊！站在镜子前，阿哲对住自拍预览，仔细调整表情。他微微挑起眉梢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慵懒又随性，轻轻牵动嘴角，仿佛刚刚谈成了一笔价值100万的大生意。他的目光落在腰间那条莆田古驰腰带上，那皮标缝线处已经微微脱胶，隐隐露出廉价的痕迹。这条腰带他视若珍宝，为了掩饰瑕疵，他已经用透明指甲油粘了3次。上个月组长说我形象不符公司调性，哼，他懂个屁！阿哲在心里愤愤不平地骂道：这年头谁还看实力啊？客户第一眼先看你手腕上的手表，第二眼就瞧你腰间的腰带。你看看小王，因为备注我就开始尝试了，轻松的再买一个订单。客户一句你这孩子挺朴实，朴实。阿哲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随后拿起手机发了条现实动态：早安，为梦想充电的一天。配图是一张星巴克的杯子照片，其实这杯子是他捡同事喝剩的，不过他巧妙地用炉镜把颜色调成了燕麦拿铁色，自认为这样谁也看不出来。芷晴的妆台前，芷晴正对住环形补光灯，小心翼翼地夹着睫毛。手机支架上的直播间里，主播正声嘶力竭地叫卖着：宝宝们，这件真丝衬衫原价3800，今天只要399，机不可失，请不再来了。只不停的手指在立刻购买按钮上悬停了3秒，已关了3秒。他起身拉开衣柜，里面挂着30件崭新的洋装，吊牌都还来不及剪掉。最右边挂着一件香奈儿风格的外套，这是他在虾皮上买的，可卖家坚持微瑕不退。芷晴正绞尽脑汁地盘算住该如何拍出线头特写，好逼对方妥协。梳妆台上5支 YSL 口红整齐地排列着，可这些都是淘宝上的专柜平替，膏体上印的 logo 歪歪扭扭，就像喝醉了酒的人签的名。阿哲昨天转发那篇真正爱你的男人会为你花钱，是在暗示我太物质吗？真是可笑，他那条假古驰腰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芷晴在心里暗自嘀咕，不过谁还没点秘密呢？上周同学会，林薇背着真色印包，还咕咕。不过谁还没点秘密呢？上周同学会，林薇背着真色印包，还咕咕咕。不过谁还没点秘密呢？上周同学会，林薇背着真色印包，还咕咕做姿态地说女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芷晴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继续想着阿哲至少还愿意陪我演这场戏。上次我生日，他租了辆跑车带我去河滨公园拍照，虽然只租了2小时，但发在 IG 上的9宫格照片收获了400个赞。这年头，为爱演出的证明不是他存了多少钱，准备你存了钱，这很不开心。周末野餐局对话实录，这起司可是法国空运过来的哦。阿哲用刀尖轻轻点了点乳酪，同时把手机镜头对准起司拉丝的瞬间，希望能拍出完美的照片。芷晴见状，故意凑近了些，指尖不经意地掠过他手腕上的手表，娇声说道：宝宝，你换表带了呀？这款好衬你的气质呢。可他心里却在暗自怀疑，又是淘宝99块钱的吧？还说要去买 DW 的上个月呢。朋友送的。阿哲微笑着回答，同时拇指悄悄遮住了表背上的刮痕。他心里也在犯嘀咕，操，他戴的 APM 耳夹是真的，不会是分期买的吧？下个月我生日，得找个机会暗示他送我 Switch， 二手平台能卖2500呢。这时，邻座的一位网红女生插话道：你们俩好甜啊，交往多久了？芷晴立刻亲昵地挽住阿哲的手臂，声音甜得能滴出蜜来。2年了，他超宠我的，昨天还说要带我去冰岛看极光呢。阿哲听到这话，瞬
身体瞬间僵住了，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自然的接话道：“等我这个案子签成了，马上就订机票。”可他心里却在叫苦不迭。冰岛，我连垦丁都没去过呢，但现在要是退缩，这戏可就演不下去了。芷晴眨了眨眼睛，继续补刀。他就是个工作狂，不过我懂啦，成功男人背后总是需要有人支持的呀。他心里暗暗期待着，快接话，说要送我极光旅拍套餐，那家摄影工作室可以分期付款的。阿哲无奈之下，只好掏出手机假装看讯息，其实是在搜寻冰岛极光网红照修图教学。芷晴趁机对住镜头比了个心，现实动态的文字已经预设好了。被爱包围的周末，他说要带我看世界。深夜，捷运末班车，车厢里空荡荡的。阿哲和芷晴并肩坐在座位上，各自低头滑动住手机荧幕。突然，芷晴收到了闺蜜的私讯，刚看到阿哲前女友的现实动态，说他交往的时候连生日礼物都送淘宝货。看到这条消息，芷晴只觉得指尖一阵发凉，她下意识地转头看向阿哲。此时的阿哲正盯着花呗账单，喉结上下滚动，一脸的焦虑。那个，芷晴轻声开口，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。下个月我妈妈生日，你不用买太贵的礼物哦。阿哲一愣，以为芷晴是在体贴他，顿时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打算包个6000块的红包，再买盒燕窝。”我是说，芷晴打断了他的话，声音轻得像儿语。我妈妈信佛，她喜欢手工制作的东西，例如你写张卡片就好了。他心里想着，燕窝，你上个月加班费才领2万8，与其打肿脸充好，到时候又说我嫌寒酸，还不如我先说。阿哲沉默了3秒，突然笑出了声。好啊，我毛笔字还不错呢。他心里却在犯嘀咕，他果然知道我穷，但这句话是体谅我，还是在试探我呢？算了，卡片成本30块，还能拍成文青风的现实动态。车厢微微晃动着，两人的肩膀轻轻碰了一下，却没有一丝温度。结局平行时空，阿哲蹲在7-11门口，一边吃着关东煮，一边刷着手机。突然，手机弹出了芷晴的新现实动态。照片里，芷晴穿着一件全新的 Max Mara 大衣，站在机场，配文写着独自旅行，与自己对话。阿哲冷笑一声，删掉了对话框里已经打好的玩得开心，转而发了一条动态：男人的浪漫是给自己买一双 EJ， 孤独是成长的养分。配图是一张在虾皮上买的房款鞋盒照片。同时，芷晴正躺在廉价青旅的床上刷手机，看到了阿哲的动态。他对住镜头自拍了一张忧郁侧脸，现实动态写道：有些人终究不懂女生要的不是物质，而是被理解的温柔。其实他没告诉任何人，这趟所谓的独自旅行不过是跟团1日游，车费800块还包含了午餐。那件 Max Mara 大衣也是向网红朋友借的，明天就得归还。窗外霓虹灯闪烁不停，将两人的手机荧幕映成了同一片虚假的光海。他们都没有发现，彼此最后一则现实动态用的竟是同一款高级灰炉镜，编号07，售价人民币6元，还能淘宝包邮。